今天我真疯了啊！这是我来到古巴的第一天啊。昨天晚上来到我住的这个民宿，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然后吃了个方便面，12点1点我就睡了，结果3点就起来了啊！因为这个房屋真的是太吵了，它这个空调，我实在是没想到啊，这个有比阿富汗网络还慢的地方，我终于找到了啊！这个没有最慢，只有更慢。古巴超过了我的想象啊！先让大家看看古巴的环境啊，咱们一会儿慢慢聊。看看啊，这个是古巴啊，还非常的漂亮啊，还真的是挺漂亮的啊，老城老街啊，你看我住的这个环境啊，外边景是真不错啊。看看还有一个小阳台啊，啊，阿瑞现在还忙活呢啊，呵呵，收拾好了啊，来歇会儿。阿瑞啊，是在我在古巴的期间呢，负责帮我进行翻译的啊，是一个留学生啊，我们学中文的啊。你中文在哪儿学的？对，在首都师范大学，我是一个首都师范大学的留学生。哎，留学生啊，首都师范大学，但是啊，他没去过中国。因为他上的是网课啊，因为疫情以后，他现在一直没法去中国啊。跟他聊了很多啊，昨天晚上我们俩聊了很多啊，知道了很多关于这个古巴的故事啊，还有这个古巴现在的一个现状啊，现在的现状啊，真的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很多东西没有，就是因为疫情之后，因为古巴没有外汇收入了嘛，因为它没有游客了嘛，所以它大部分的东西它靠进口，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啊，周边都是海，加勒比海的国家，对。但是特别好玩的是，它这个共产主义啊、社会主义的东西特别多，特别有意思，是不是？然后今天呢，虽然啊，兄弟们，它是网速特别慢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视频我应该是怎么发啊。刚才我试了一下啊，30K 每秒，对，赞了。哇，特别的慢了。他特别的好奇，为什么我们中国发展的这么快，是不是？对。不知道他特别好奇啊，我跟他说啊，因为我们中国什么都快啊，中国人就需要一个字儿快啊，我们实在是等不了。然后呢，在那儿什么都有。对，在这儿什么都有，但是没办法，古巴确实慢一点。我也想看看这个视频我到底是怎么去弄。我先给大家看看我的房间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房间啊，我们这个房间是一个老奶奶的房间啊，非常的不错，挺大的，房间挺好的，你看看啊，有灯啊，来看看啊。这还有空调，这个啊，空调特别不错，但是就是声音大了点儿。这晚上你听听声音，3点就给我搞起来了，一共睡了3小时，真是啊！但是我想换个房真的特别难，因为现在在网上订房，整个这个在古巴啊 ，APP 大部分都被限制了，就是。无论是美丽国的啊，这个很多的他们的软件订房软件，还是我们中国订房软件，好多都不能使，在这都不能用，主要是到支付那一步不能用，所以就是订房还是蛮麻烦的，而且在这儿呢得花比索，这个我现在就去换比索，这是土比索啊，昨天来这儿的时候朋友先给了我拿了一点啊，然后大部分如果你要直接刷卡的话会赔死，因为国际汇率在这儿1:24。但是呢，在这儿你可以直接找当地的有些货币市场进行换，大概我说的是1美金啊，1美元啊，但能到1:100左右啊，翻4倍，翻4倍。所以如果你要是直接刷卡的话，你会赔4倍。我们现在先去换个钱，然后出去转转。我们一起出去看看啊。他们这儿的1楼是咱们中国的2楼啊，所以我住3楼是4楼。这个就是我住的这个楼房啊，我住顶楼了快啊。这楼底有一个大铁门啊，非常的安全。看门口全部都是栅栏门啊，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全是栅栏门，看全是用栅栏门把这木门都镶起来了啊，证明这个非常的安全。这个哈瓦那的建筑啊，非常的漂亮，但也都好几百年历史了。对。这个有点像那个土耳其的叫什么伊佛所古城啊，有这种感觉啊。哈瓦那的车啊都是小小的啊，他们这儿的车你们看看前面都是老爷车啊，老爷车非常的多啊。看他们这儿满大街跑的都是几十年前的车啊，就是来哈瓦那如果不体验一下老爷车，那就不叫来古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咱们到时候也得体验一下这
这个老爷车到底什么感受呢？你看那大叔骑自行车骑多 happy 啊，还是一个粉色的啊，多骚气！嘿 ，very nice。こんにちは。他们问你日本人啊，他以为我日本人呢啊。还是很热情、很友好的啊，兄弟们。这个来古巴的外国人多不多？目前还不太多，还不太多是吧？中国人多吗？中国人目前没有那么多呀。就很少，因为疫情的原因。哇，兄弟们，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啊，这一小窗口卖肉跟肠啊。Hello。这个肠，这能买吗？这个多少钱啊？每一个50元。你吃过吗？这我吃过。这是拿过来就能吃的吗？直接吃吗？这个我们有的当然那来俩吧？啊，可以。是拿过来就可以吃是吧？可以。来，给您钱。你要几件？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奶酪，你们平时也吃奶酪是吧？奶酪的是相当好。OK，兄弟们，咱们尝尝这香肠什么味儿啊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这肠真好吃哎！多少钱？50比索是吧？对。你喜欢吗？挺好吃，你要掰一块。你掰一块尝尝，你没吃过啊？我们登记过。这多好吃啊！纯肉肠，一点东西没有，5毛3块钱一根儿，哇，这可比咱们国内3块钱的烤肠值多了，太合适了。这是属于自营的吧？这个是自营。自营。对。他们这加油怎么排这么长的队啊？你看，这加汽油啊，兄弟们，排这么长时间队啊？对，我们问一下，我不知道对吧？你们看看啊，他这个街上的这个都是老爷车，但是加油大部分都是老爷车啊。还是也挺赶啊，这大金链子黑社会大哥又去了。我说这为什么排队？因为他们网购，他们在网上买。等在网上买东西，上这儿专门领来，兄弟们啊。之前呢，我在俄罗斯啊，我也在当地买过网购，然后他们也有一指定的地点在那儿领。现在古巴里没有快递服务，他们不给送家来，所以如果你要是在网上买东西的话，就都要集中在一个点来领，所以人呢是在这儿排队。刚才车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古巴缺汽油，因为疫情之后呢，它的经济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多外汇去进汽油，所以汽油现在比较少。所以要想加油就得排好长时间队，有可能加到你没油了。所以在这儿除了租车贵啊，来这儿我想租车来着，但是租车我一打听，好嘛，比欧洲租车都贵，而且租到的还是老爷车，还是手动挡。我一想，算了，我还是打车吧。他这打车也不便宜啊，兄弟们。你们知道他们这儿现在啊涨了工资以后，人均收入现在3000多比索，但是打一个车专，我从机场打到我住的地点要3000。一般老百姓根本打不起车，就是因为现在啊车少了，汽油也少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啊。大街上跑的车啊，都是我们上世纪70、80年代的啊，包括停在那儿，哇，这车啊都非常的漂亮啊。看看，嚯，这老拉达啊！你看看这个。这是干嘛的车呀？这是一个 taxi， 一个出租车。taxi 啊？对。我们能体验一下吗？我们看啊，这车太有意思了，长得跟头盔似的。然后司机大哥也弄一个头盔。不远，就在这儿。very near。这大哥干嘛去了？怎么走了，兄弟？他没有走，就是那个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打不着火。俯冲一下，兄弟们，我的这车需要俯冲一下啊。对。下坡俯冲一下 ，OK， 牛。OK， 我们啊，最终跟大哥达成了协议啊，500比索带我们走啊，给我们带到目的地，就大概是5美金呗。对。30块钱啊，咱们体验一天啊。Where you from? China. Bienvenido a Cuba. OK。
OK， 穆伊宾。OK， 刚才又发生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古巴非常神奇，神不神奇？你告诉我你们古巴神不神奇？它怎么神奇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我们导航啊导了一个地儿啊，结果啊，我们现在跟那个地儿还差15分钟。完了问了一个人说，哇，你在古巴想导航准？我做梦了，哈哈哈。哇，这公共汽车啊，他说啊，公共汽车多拥挤。这是我们中国提供的中国宇通啊，这是我们的宇通提供的。对啊，宇通啊，是中国宇通。对，宇通这里大部分的公共汽车都是中国宇通，都是中国宇通啊。对，这点必须爆赞啊，兄弟们啊！看看啊，这走着走着走到海边来了，哇，看 ，very nice 啊，非常漂亮啊！哇塞，啊，这个就是哈瓦那的象征啊，这个。看看哇，真的啊，街边上全是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终于到了啊！看看对面啊，老外跟这摆地摊呢啊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来了。哇，这就是我们换钱所，在这儿可以拿到更好的汇率啊，而且同时呢，那个还能吃一顿好吃的饺子。换钱换完了，老板娘给了我一个口袋。现在呢，古巴治安没有原来好了，因为现在经济不行，经济下行，疫情的影响非常的大。因为古巴本身它是国有制的嘛，国有制，但是它国家得进口啊，现在国家没钱啊，确实是，因为旅游进不来了，它没有外汇收入了，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产业支柱就不行了啊，整体的国家没有外汇，所以它进口东西进不了，包括现在米面粮油啊都成问题啊，全部都包括汽油、汽车的这些东西，还有这个。基本上我们日常用到的东西它都在匮乏，所以整体现在古巴也非常的难，古巴人民也很难，所以物价还是蛮高的。比如我们现在在这吃一个饺子啊，400块钱就是人民币28啊，虽然跟我们中国其实差不多了，但是实际上它的整个收入呢才一个月3000多块钱啊，你想它这个是很难啊，真的是非常难，国家也很难啊，这个个人也很难。我们看看这个，这是一张白纸啊，但是这张纸你们再仔细看看，兄弟们看看这个啊，上面还有汉语拼音呢，不是，这上面还有英文字母呢，你们看看，真的，上面全是字母。这个纸啊，就是纸浆打的都是那种再生纸，就是这样的纸在古巴现在都不好买。你们看看，我第一次见着这种啊，这么不纯粹的再生纸，都没有碎啊。就这样的纸啊，要卖4美金4个，啊，1美金一个，6块钱一个，太奢侈了。都说古巴呢是一个国有制的国家啊，我也是非常好奇，所以这次来古巴呢，我也想多体验一些它这个国有制的文化，还有当地古巴的文化特色。那么这个视频呢就先到这儿啊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爆赞。